上周某国内的一个互联网的二手平台他发了一个视频去一个游戏主播那里去收二手的数码配件，5090D V2它的后期配音是13500块收，但实际你看当时那个画面很多观众认为念的应该是8888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因为显卡呢今年出现了比较大的涨幅，那原版的5090 30级，那当然这玩意都是非国行的。那去年最便宜的时候，概念的型号2万左右就可以买到，现在基本都是奔着4万去的。那即使是阉割2次的5090D V2，那去年便宜的时候是1万大几，那现在京东上基本都是2万5到3万块钱了。有些营销号去这件事情，那5090D V2和5090都没分清楚，也挺无语的。不过高端显卡其实大部分都是拿去做 AI 用了，而且这种90级别的卡，那不管是3090、4090、5090，那基本就是只认这个显卡的芯片，那只要卡本身没有什么故障，它也不太认具体的品牌，是非常好出二手的。所以说二手显卡的话，它不会有太大的贬值。那个人卖二手的话，那2万块钱是随便卖了，那好多都是那种19000多，他都直接上门给你收现场打款给你的。那么二手平台其实按照修改以后的13500的价格去收呢，那这个赚的差价也有点太多了。因为我看到好多人他发了相关的视频，都给投诉下架了，甚至录一些数码博主对这个事情的评价的一些直播录像也都给下架了所以说我就等这个事情过了几天，我再间隔出来说就也不去放那个的原视频了也不去提是哪个平台了。那可能在 B 站上还好，就这个二手平台的广告有一些，但还不是铺天盖地，因为大博主一般是很少去接这种广告的。那短视频平台上，哇，那真的是这个广告铺天盖地的，养活了一大堆营销号。因为这种广告基本都是广撒网的模式，它单个不会花太多的广告费。那视频的数据好的话，可能它给平台投流的这个钱都比给博主的广告费要多了。其实我觉得你像这些二手平台有运营成本要赚钱这个是非常合理的。那有些人愿意多花点钱去图个省心，那凹道贩子嘛，我就去赚个信息差，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但如果说这个买卖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这个大部分的差价都是被平台打广告了，那实际最后买单的那还是广大消费者呀。聊数码新闻动态，谈行业内外。大家好，我是建哥，欢迎来到这期的建哥说。正好呢，我平时买卖这个二手电子产品也是比较多的也遇到过不少奇葩事情。今天就借着这个13500或者说是8888的5090D V2和大家聊一聊。不知道如何选择靠谱电源，不妨试试海运。海运 Focus V5 Cybernetics 白金认证，全新外观搭载全新海运压纹线束，锋锐 Vortex 1200瓦 V2 版也支持双12伏2x6接口，更好适配新世代旗舰显卡。店铺出核显机全部使用海运电源，入门级 Core GC650 金牌非模组有特价，搭配5060、5060 钛；中端 Core GX650、750、ATX 3.0 金牌全模组7年保，搭配5070、5070钛；高端 Focus 850 1000 10年保，搭配5080、5090D， 还有 PX1200、TX1600 猫头鹰版等信仰型号供各位选择。飞利浦显示器也有上新。飞利浦 27M4P5500U 搭载京东方原片正光护眼技术， 2K 340赫兹 Fast IPS 面板，游戏办公双开花。店铺除整机，还有机箱电源散热器以及固态和机械硬盘，省代级别资源，价格优惠，售后靠谱。华硕 ROG、海运、联力、瓦尔基里、雅骏、泰坦、追风者、猫头鹰机械大师乔斯伯、利明、九州风神、库里奥、银广等，联系客服或者公众号定期有价格更新，南京本地客户自提更优惠哦。那顺便这里关于海运我多说两句。那80 Plus 将这个 Ruby 认证扩展到了115伏的 ATX 电源，那个海运的 Prime RX 1600就成为了首款的80 Plus Ruby 认证的 ATX 电源。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之前它没有做80 Plus 认证的这个 Focus V5，它 PX 现在也成了80 Plus 白金了GX 也达到80 Plus 的金牌了，甚至这个 GX750它居然也过了80 Plus 白金的认证。
那根据80 Plus 官网的说明呢，那新的这个 Ruby 级别啊，那在115伏和220伏下呢，那除了比这个钛金的转化率还高了1%的话，就还有就是它新增了这个5%负载下85%转化率的一个要求。那需要购买海运电源的话，那也可以去私聊我们的客服或一些优惠，还可以赠送一些海运的小礼品。OK， 那我们返回显卡啊，那其实开头提到的这个二手平台呢，它之前是有一些 C2C， 也就是客户卖给客户的服务，那就和闲鱼是一样的。但是后来呢，它就只能去卖家把它卖给平台啊，平台再去卖给那些买家啊，买和卖的价格呢，就都是平台说了算了。那很多人不爽的点，也就是买卖的差距太大了。那电脑配件类，我觉得倒还好，就是基本上东西是好是坏，你稍微测一下就能出来了啊，无非是价格问题。但你像手机啊、苹果笔记本啊，还有相机什么的，哎呀妈呀，就那个扯皮的就好多了。大家肯定遇到过，比如说你手机寄之前给你个报价，然后验完机以后说你这边哪边有问题，哎，看你价格，就平台给你的二手刀啊。就有一些线下验机的啊，你觉得价格太低了，大不了你不卖了。但是如果说你把东西寄过去了，那样就很烦了，很多人嫌麻烦，也就只能认栽，就被平台砍了。很多媒体都做过类似的报道，就最夸张的就是有一家媒体，他在这些二手平台的一个线下店啊，买了一个什么的准新机手机啊，反正就是平台跟你说成色都是很好的。然后呢，他把这个准新机再拿到同一个平台，在一个地方的另一家线下店问，这个准新机到了这边啊，就成了这边有问题，那边有问题，一个问题机了，刚买的一个准新机就能给你贬值好多，才能给你收回去。那你要想二手买卖卖的贵，买的便宜，那怎样最划算呢？那肯定就是你直接个人卖给个人，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当然，现在闲鱼什么呢，也都开始收手续费了啊，甚至这个手续费是越收越高。但实际本质上呢，它定价的权益还是由买卖双方确定的啊。就像你4090这种啊，是比较稀缺的，能拿去改成48G 涡轮卡的，还有那种你之前那些国补买的啊，成色很新的带包装的那种笔记本啊，我估计10有8九这些是翻新去卖的啊。所以这种呢，就会有那种店家啊。他们不是给你说什么给你升级一下内存硬盘的这种笔记本吗？这些东西呢，我之前在闲鱼上卖，我价格随便标一个，就马上就会有一堆的贩子来联系你，他们主动会给你出价更高的价格啊，然后都是直接找人上门验货，然后打款给你的，就生怕你被这个同行给低价收走了。那当时4090二手呢，甚至比新的5090 DV2还要稍微贵一些，一堆贩子就喊着4090二手免费给你换全新的5090 DV2了。那确实对打游戏用户来说呢，还是有提升的。所以说也是讲句玩笑话呢，就如果说你在80系和90系之间犹豫啊，就是价格差距不是特别离谱的时候，我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上个90了弄不好你用个几年，你可能能原价甚至能加价把它卖掉啊，也不失为一种理财产品了。当然，显卡刚出的时候啊，就是各种的天价，和目前现在就显卡涨价过于离谱的时候呢，其实就不太建议你去买90系卡了啊，你的购买价格太高了。这种就很抽象啊，因为其实实际上买你显卡的人也都不是个人用户，但是他们会有比较大的需求啊，也愿意稍微多出点钱去来买你的卡。类似的呢，还有一些收 CPU 的你会发现，就英特尔带核显的一些 U 一些型号会比不带核显的要贵出好几百块钱。那个人用户肯定不愿意为了一个这个核显多掏那么多钱的类似的还有一些游戏本，就是也是贩子他出的价格比个人用户还要多，因为之前他有阵子他国补取消了，但是呢，你的这个笔记本你是按照国补后当时买的这个价格你参考去出二手的。他们也是就上面验机直接打你钱不过我前面也说，这种机的话大概率是拿去翻新当笔记本卖的，就有点害人吧。当然呢，今年的这个游戏本的价格涨得也非常的离谱。其实正常来说你手里的二手游戏本还再放到今年是能多卖点钱的。但是大部分现在买笔记本刚需的是大学生，他们不太可能说是跑去买二手的笔记本的，因为就算他们想买，那掏钱的是他们的家长，那他们也不愿意去买吧。那真的比较懂电脑的，那有可能去愿意买二手游戏本来省钱的人，那大部分也不愿意在这个高价位去买二手的游戏本吧。毕竟笔记本不像台式机，它有可能说是一个人手里会有好几张显卡，但不太会说一个人去留好几个游戏本在手里吧。虽然说我平时买卖二手的东西还是很谨慎的比如说很多二手东西我也会去挂闲鱼，但是我都是会先在观众群里问一句有谁要的我产品照片在这，测试视频都发给你，你觉得 OK 你就直接买买了的话我们是不退的你觉得能接受的你再来买
因为呢，虽然说你直接卖给个人客户，大部分情况下是能卖更高价格，但是你不知道买你东西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比如说有的人他是上来就给你砍一堆价格的啊，这个说话还特别拽的样子。哎，你看，比如说我之前我卖了一个我们测试过的一个猫头鹰420的水冷，官方价格是2099元，我这个就是测试用了几天，硅脂都没有动，扣具什么配件什么全都装进去了，就是完全恢复成了出厂的包装样子。我挂了1749元，哎，我还是发了个顺丰包邮的。就是我参考了它这个新的，就算闲鱼上也要卖到1950到2000元左右，就是我卖个1749，哎，还是个很划算的价格。这个人上来就说砍要1600块钱，啊，我说那你谁卖你1600块钱，你找谁买呗？哎，他就骂我是没素质的穷鬼啊，然后呢就把我给拉黑了。好家伙！我去看了看他的主页啊，穿过的鞋子和衣服，他居然都卖二手啊！一个用过的奥奇 K Plus， 他卖1850啊，还要去拍卖啊，要交保证金100块钱，一次加价30块钱。我随便搜了一下，哎，这家是1929，他出一个全新未拆封的，哎，还有这个1888，他出全新未拆封的，还带发票和购买记录的，哎，就难以评价了。还有些人就对这个产品完全不懂的。就是说，你东西买回去的，就会发现你比卖一个新的还要烦，他什么都不会都要来问你。哎，观众群里面应该是有印象的，就是我之前在群里面卖了一个1600块钱，一个整机升级下来的更生308010G，它无拆无修啊，保修签啊什么的都在。哎，这个卡的原机主呢，他本身还是一个几十万粉丝的一个博主啊，我确定啊，都是他自己打游戏和剪视频用的，就使用强度也不高。那发货之前呢，我也给这个买家发了一个测试的视频，哎，发了风 mark 的烤机图，哎，这个风扇60%转速下，核心70度，热点81度，显存78度。GPU-Z 的截图啊 ，PCIe 4.0x16是跑满的啊，频率1755兆赫兹，功耗318瓦，3D Mark Timespan Extreme 8600的图形分，20轮的压力测试的话是97.7%的通过了。然后这人问我，哎，你这个分数是不是低了点？他说我查了应该是17000左右。我一点开来，他问 AI 那张图，哎呦 ，AI 都告诉他了，他大概率混淆了 Timespan Extreme 和 Timespan 这两个啊，一个是16000到17500啊，一个是8200到8800。我当时就感觉有点无语了。其实我卖东西最怕遇到这种半懂不懂的，关键是你查了 AI， 人家都告诉你了正确答案，他还是看不懂。结果啊，收到货以后，那大晚上是10点半找我，啊，说是他找了一个什么改显卡散热人。一会儿说是跑富 Mark 会死机了，一会儿又说是这个显卡的功耗跑不满，什么有缺陷啊，这个显卡只有300瓦的功耗啊，没有跑到320瓦。我后来就跟他解释啊，就是你3D Mark 还有你打游戏的时候，它这个显卡的这个运行的场景一直是在变的，就它有一些场景它跑不满功耗是很正常的，而富 Mark 烤机的功耗它是往往是稳的，就是比实际用的要高一些。而且呢，就是这个显卡的跑分，也是正常的，那温度也是正常的，关键还是一个用了好几年的二手卡了，但是他就是接受不了，然后大晚上的我也要睡觉，就是我说反正你也在这些观众群里面，你自己把这东西问问观众，问问他们这个卡正不正常，就是什么功耗就是他说就是跑不满，他还找了那个改显卡的人，他还找了什么花了200块钱改了散热垫，都是用的最好的，这个显存温度还有86度，所以这个卡老化严重，什么改卡的给他找了什么刷了别的 BIOS， 还是只有300瓦出头的功耗，这差了快20瓦呢，人家改卡的收了那么多3080啊，不比你们这些人懂显卡，我这卡就是有问题，怎么了？1900我买了一个残缺卡，巴拉巴拉的。哎呀，我没走闲鱼，我就认栽了。哎呀，你们这些群友就会说我自己有问题啊，说我什么娶了个媳妇不是那啥你们就会安慰我，这孩子是你的不就行了你们都是被提纯洗脑的。哎呦，我看了这些，我真的不知道说啥了。就是说为啥就好多他们那些个人卖自用显卡的，他们只接本地的这些字体的，就你当我面，你想怎么测怎么测。就测完你觉得没问题，你买走买完了就算是这个显卡插到你机子上着火冒烟了那也和我没关系了其实就是被这些人给搞烦了其实最夸张的是什么？就是那种有些卖什么大修卡、大修笔记本的，就是他这些显卡或者笔记本，他基本都已经坏透了，就是强行修一下，能短暂用一用，能用多久也不知道，但是他不和你说，这些卡有修过的情况，他跟你讲都是无拆无修，个人自用什么女生自用全新然后呢比别的一些卡稍微便宜一点出，你看了是不是很心动？万一你能一直用那也就赚了。
但是更多的是就是没用几天东西就暴毙了，哎，只能自己认栽了，哎呀倒霉。其实好多那种大修显卡，你找人修完了啊，维修人员都会劝你，哎，不行，你这个卡就便宜点挂闲鱼，赶紧卖了吧，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这个卡修完以后还能用多久，啊，笔记本什么更是重灾区了啊，甚至他们会有人去收这种大修的笔记本，就是比废铁价格稍微高一点，就因为他们就搞一搞，再当正常的笔记本去卖了，哎，这种即使你现场验卡验机，你也很难测试出来，就得亏是这种卡很少，就遇到概率低啊，否则普通人是很容易上当的。所以说，为什么就是我平时就是只帮一些老客户去出些二手配件，就毕竟当时他的机子是在我这配的，那客户他怎么用的啊，有没有拆修，那我都清楚。卖的时候呢，这些状况我也都会和买家说清楚啊，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你像你找那些二手平台买的什么手机啊、苹果笔记本啊、后丰的国产品当原装品啊，什么未拆机的去卖，当这些新闻啊比比皆是。很多人啊都是在他卖二手的时候，或者说是他维修的时候，哎，才被这些商家检测告知你原来东西有问题啊，这个时候你基本就很难维权了。其实这个逻辑也很简单，就这些二手平台，它检测人员也是打工的啊，检测好检测坏和他们也没有太大关系。反正就是买家大概也发现不出来有问题，就大差不差能用就行了，他们不会太认真的检测的。当然会不会检测的时候发现问题，卖的时候平台隐瞒问题，赌你会不会发现啊？发现就给你退货退款啊，就卖给下个人算了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说为什么我对这些平台我从来不相信，就是出价低什么的，这是一方面，就真的我觉得合理利润，我是赚点钱是能理解的。但是如果说真的这种靠铺天盖地的打广告去做推广，那最后这个钱是谁出？还是买家呀？就二手买卖是真的没有多少利润的，它不像一些别的品类，它本身有一些利润是能撑得起做那么多广告的。就我之前几次卖手机，我都看过这些平台给我的报价和卖给电脑城修手机的人，哎，修手机人给的那些价格都对比平台要高一些。而且平台报价它还只是一个预估价格，那收到了还要根据这个什么所谓实际的情况给你看看你价格。然后呢，这些二手平台找人打广告，他们还整天拍什么？哎，一个东西我找实体店，人家多少钱收，二手平台收的还比实体店更高的。哎，我身边我就认识不少小博主，他接过这种广告的。就其实那些什么实体店报价什么都是找人演的。二手平台你说这么多运营成本，还有这些广告费，它怎么可能回收价还要更高一些呢？他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些懂行人一眼看得很假的这些广告，就被更多不懂行的观众看到，然后呢从他们那里低价收，再高价卖。你要说真的是完全不懂的，嫌和这些个人的这些买家扯皮太烦了啊！我觉得你可以拿去实体店问一问啊，合适你就卖，不合适你就被这些二手平台给他们卖了拉倒了啊！毕竟他直接给你钱，你也省事啊，少点就少点了啊，又不是1分钱不给你。但是你要买二手东西，我是真不建议你在这些平台上去买，就它价格高就算了，关键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货的来源，平台那些所谓的检测又有多少可信度呢？我讲的更直白点，你觉得真正好的二手货能给你便宜捡到吗？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这个13850或者8888的5090D VR 呢？如果说别忘了点个小蓝点赞，因为我们是全 YouTube， 你们简单都分享。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传哥 CLK”， 就想购买电脑化，给老号店铺传过的数码，这场购提供条件，拜拜。